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株兰花呢，是一颗超市兰花。当初会买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花有香味，或者是因为它的花漂亮，纯粹是因为我爱贪小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花盆里面有2株个体，等于买一送一，或者是2颗都半价。好，所以我当时就因为这样，然后把它带回家。那几年下来呢，其实我对于这颗兰花越来越喜欢，虽然我对它其实没有太多的照护，特别的照护。原因是因为我还是觉得买这2株兰花回家其实也有一点中小奖的感觉，是因为这株兰花呢，虽然是迷你蝴蝶兰，然后比起我其他的迷你蝴蝶兰来说，这2株其实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而且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非常非常会长根系，而且长了很多的气根。等一下在影片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气根有多么的旺盛，然后一直到旺盛到什么程度呢？旺盛到我非得要对它进行换盆，基本上就是有爆盆的感觉。其实你这边就能够已经隐约看到它的气根长的是这么的多，其实已经很多都跑到它的容器外面了。这个花呢，它基本上是黄底，或者是说可以讲成是有黄色的滚边，然后它整个花的中心还是以红色为主，它的唇也是基本上就是桃红色、深红色这样的颜色。我除了每周给它1/4杯的水量之外呢，它因为气根很多的情况我的确有时候会用这个莲蓬头，甚至就是一些喷水的器具呢，会把这些外面的气根也稍微喷一下，让它也多少能够吸收一些水分。因为有时候气根呢，在你环境太干燥的情况之下，它会长不好，它就会变得干瘪，然后甚至有时候就会直接就被自行吸收掉，它就会整个根系会死掉。所以有时候控制一下它的湿润度，气根在外面的湿润度还是蛮重要的。那有时候我是整颗拿去就泡水，用大一点的脸盆，那这样这些气根在外面它也能够进得到水。曾经有兰友问我过，这些气根是不是可以因为美观把它们修剪掉？我个人不喜欢这样做的原因是，第一个，我是那种很爱看兰花气根的人。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假使你不小心控制水量控制不当，那容器介质里面的根系出了问题，那你在外面的这些气根其实就能够经过处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些气根种回去盆内，所以有点像是一个备案就是根系的一个储存。那你如果需要用到这些气根的时候呢，你没有把它修剪掉，你就能够运用把它种回去，那这样子这兰花也许就能够被救起来，才不会因为盆里面的那些根系都烂光了，然后你也没有气根能够用，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透过水培水耕的方式让它们赶快开根，否则的话兰花可能它的健康就会走下坡，走得很快速，甚至就整个死掉。好，那这边就是它开花的影片，当时其实开的还算可以，每一株都来一个花梗，那就是大概3-4朵花吧，每一个花梗。那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很多根系但是就全部都长到外面了，因为其实它里面的容器真的很小，没有什么空间，所以在这个周期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对它进行换盆了。那说到换盆，如果你有选择的话，在季节上最好是春夏的时候来进行换盆，秋冬也是可以，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因为那时候的天气呢不是它们生长的季节所以有时候你换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它的生长是停滞。那冬天如果真的要换盆，通常都是因为是紧急，一定需要，否则的话你也等到春天，这个兰花可能根系就是烂到都没有了，甚至整株兰花可能都救不回来，也不一定。
那接下来呢，这个影片片段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给你看一下我对这颗兰花进行的一个换盆的操作的过程哦。你等一下，也可以特别注意看它那当时的根系，这个出盆之后的根系到底有多少。我个人的习惯，在处理根系之前，我一定会先做浸泡。原因是因为呢，让这个种植的介质能够湿润，你就比较好移除，才不会干干的太硬。再来就是这些气根，其实透过泡水之后，它变绿，吸收到一些水分变绿，它也会比较柔软一点，也比较好操作。那当然，用过的容器呢，我一定会用洗洁精，甚至就是酒精消完水来进行消毒这样的动作。好，然后沥干、烘干之后呢，就可以重新使用，或是给其他兰花来使用。那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呢，其实就是用剪刀，消毒过的剪刀修剪这些坏死掉的主枝、根系主枝。那这边呢，就是已经修剪完毕了，放在桌子上稍微让它晾干一个时候所照的照片，这边你就能够看到它的根系真的相当的多。当然它是因为是两株，所以它的根系呢其实蛮多的，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到它有一些旧，不管是旧的新的根系呢，其实有一些还挺长的，特别是比较上面长的新的根系呢，其实长蛮长的。当然啦，这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抉择，你有一个决定要做。什么决定呢？就是你是不是要对这些比较长的根系进行修剪，因为它的根系很多。那除非你的容器够大，否则的话呢，重新种回去原来的小容器，可能这些根系过多，你可能介质没办法放多少。那我当时的决定呢，就是用一个大一点的容器，把这些所有的根系呢都种进去。那这边呢，就是它已经种完之后的一个样子。我使用的介质是无机的介质，是一种混合哦，但是以大颗粒的为主，就是 hydrocorn， 比较像发泡炼石那一类的颗粒来种植它。而种植的方式呢，其实是介质半水耕哦，也就是说它的排水孔在侧边，而底部呢就会留下一点点这个小的蓄水池。那透过一些水汽的蒸发跟根系的这种直接的吸收呢，就比较不需要担心它水分一下就没有了，因为有蓄水池，然后你给水的这个周期间隔呢就可以稍微拉长一点。那这边就是给你看到都把所有的根系都种进去了，后续有什么进展，到时候再给你们做报告。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